这个右侧呢有一个新楼盘啊，建得差不多了。应该说这个学校就是为这个屋村里面的居民设置的吧。你看这个后面有好多栋楼，下面呢就是三之乡水道，刚刚一个村是南塘，这里呢变成上教了。我们姑且从村里头介入一段。对面呢就是广州之窗的这一组建筑物，那边那个红色的桥呢就是星光大桥。嗨，大家好，我已经好久没有从绿怡花园这个侧门上来了啊。这个地方现在做了一个密码锁，有了门禁。刚刚幸好有一位村民，他也是从下面上来啊，他就帮着开了一下门，摁了一下密码。今天呢天气还是比较炎热，30度的气温。那在广州来讲呢，30度当然并不是最高气温了，但是现在呢才是4月中旬，这样的天气呢，应该说对于很多北方来讲，就已经是盛夏了。我们怎么说啊？天气晴的，所以我们还是到那里去站站。因为过几天呢，应该又会下雨。刚刚在家里看了一个视频啊，有一位浙江台州那边的人叫刘伟元，现在应该是属于宁波地区了。就他整天骑着一个很大的单车，周游西北、西南啊、新疆、西藏的。有一段时间没看他分享他骑行的视频了，原来呢这段时间就在老家养身体，据说人也胖了好几斤，脸上呢也多了一些肉，而且没有那么黑了。那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过他的视频？那可以说惊心动魄，一个人骑着一辆很大单车，光走着他的装备啊，然后孤身一人在无人区或者是人迹罕见的地方骑行，晚上呢就搭帐篷，甚至自己还要开火做饭，非常不容易的一位骑行博主。但是今天的事情就比较轻松，他就骑着车在他住所的周边骑行了一下，给大家展示了一下浙江宁波相对一个比较偏的城区叫宁海，见识了宁海县城里面很多小吃、当地的美食，同时呢也是看到生态变好的环境啊。另外呢，这个区啊也是产值过1000亿的一个区，其实经济还是相当不错的。这样子。好，刚刚在祈福旧会所外面的大门这边稍稍灯了一个红绿灯。现在呢，在金针会啊，
北上的大道上面向村外驶行，很明显的感觉今天阳光灿烂，晒在身上有点点火辣的感觉了。现在已经驶到了指布新村的门口了，这边有一个巨大的金属的和平鸽。最近几天经常刷到说是广州的第4期的地铁快要见分晓了，在路口等了几个红绿灯，现在呢等到了4广路上。刚刚说到广州地铁第4期的建设申请了，虽然还没有最后的结果，但是放出来的风呢就让大家大跌眼镜，因为几乎被砍掉了一半，只保留着几条更为比较重要的线路。那其中有一条呢就是26号线，这个和3号线并行的南北贯通的一条主要的地铁线。那这条线路呢原本是从同和就是白云区那边向南一直去到沙湾，并且呢它是要跟佛山那个地铁连成一片的。那其中呢就会经过4广路，也就是跟22号线地铁有一个换乘。最近有传说26号线呢也缩短了，变成了同和到4广路，也就是说呢这一次只建到4广路，那就意味着指布新村4广路站就变成了终点站了。当然最后还是要根据公布为准的。不管怎么说呢，指布新村就应该说迎来了第2条地铁，而且是一个南北进城的地铁线路，绝对对这边是利好。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周边都在大兴土木，感觉这里呢都是要进行大的投入总之就是要分这些地铁红利了。当然作为这边的老居民我们当然是持欢迎的态度交通越发达越好。对我们来讲呢其实还不算少，但对于住在村里的那些年轻人来讲真的太有帮助了。好，现在呢我已经在4广路上骑行一段前几天呢我和家人开车去了应该是靠近南沙那边的一个江岛叫关龙岛，到那边去走走看看江景。然后呢我的家人就开车回家，我呢就骑着这个小单车
从那边骑回家，大概呢20-30公里的距离啊。因为周边的老实讲啊，也都骑的差不多了，很多地方都已经骑过很多回。天气太热呢，也不大愿意骑太长的距离，所以呢，也只能是随意的找几条线路骑一骑啊。那今天呢，骑到了四广路上，那我就在想啊，我们也挑一条还算有一定的距离可以骑到锻炼身体目的的线路，打算呢骑到洛溪岛啊，就洛溪大桥下面的这个岛，那边呢有一个渔人码头啊，也不知道现在生意如何，就把那地方当成一个终点。我看了一下地图呢，大概从家里骑到那边10多公里而已。我们今天就打算以渔人码头作为今天骑行的终点啊。就做一次健身骑行。上了一个大坡，我的右侧呢就是汉溪大道了。我的右侧都被围蔽起来的最大的地方呢，都是长隆这个度假乐园的所在的土地啊。据说最近还要添加很多游乐设施，相信呢也会有更多的商业开发，就不知道会不会有个人的楼盘。你看啊，到了4月份，北方呢正好是开花的季节。其实这条路上，这个树上零零散散的还有一些花瓣以外，大部分花都已经开过了。这个右侧呢有一个新楼盘啊，建得差不多了，叫瑞路府，应该也是长隆的土地上建起来的一个商业楼盘。那我们就进到里面去啊，抄一段近路，主要是避开外面那个巨大的坡。感觉环境还是不错的吧。前面呢还有一个当地的知名的学校的
附属分校吧，我觉得也是很不错。就是这个广东番禺中学实验学校。正好吃完中午饭以后，很多家长来送小朋友上学。应该说，这个学校就是为这个屋村里面的居民设置的吧。你看这个后面有好多栋楼。右侧是这个屋村里面的一个小型的商业配套。早上爬完了这个长坡，现在开始下坡了。这个大坡一路掠下来，现在已经到了长王野生动物世界的入口了。现在我站这个呢，就是这个动物乐园的入口了。前面是拐个弯的。我记得还是小孩子们比较小的时候来过一两次，也就是再没来过。转眼之间呢，已经来到了大石街道了。距离从家里出发也有了8公里左右。右侧这些商场卖了几十年的家具，好像生意越做越不行了。
现在呢已经骑出了大石街道，前面呢就是大石大桥，过了大石大桥呢就到了洛西岛了。下面呢就是三之乡水道，这个地方呢水道还是很多条的。现在呢骑下了大石大桥，已经骑行在洛西岛上了。好，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迎宾路上。从这边直走呢，就上洛西大桥，去到海珠区了。但是我们今天不是那么远了，就在这个江边走走。刚刚一个村是南塘，这里呢变成上教了。我们姑且从村里头介入一段。你走吧，我走了，干嘛？你走吧，你自己走吧，你走吧，你走吧。这是那种城中村的模样啊。我也不能录啊，我只能凭着我自己的感觉走。但是这个村里面好像什么都有。1300万的人在这个村里讨生活，也是借助村里的这些商业设施过着他们的生活。村里还有一条小河冲，是波斯波小桥。我想现在骑行的条路啊，已经经过了扩展了。我现在可以看到对面有一些高楼，应该被称之为广州之窗的一组建筑物。我就是骑到这个江边，然后再左转往前走呢，应该就可以去到渔人码头。我们姑且走上看看啊。这叫做龙舟大街。
一口气呢已经骑了差不多12公里了，将就要到达我的目的地了吧。这边还有很多的做园艺的、种花的，花圃。然后到时间5个又回来，我操！原来这个洛西岛上还有那么多种花的这种田地。右侧是中海蓝湾，这个已经有个17-20年以上的楼盘了。而马路的左侧呢，应该就是奥林匹克花园。终于快要到达江岸了。这就是我的目的地了啊！当然，渔人码头还要再往前一点点。那我们在这边稍稍来观观江，看看景。我们来看看啊，对面呢就是广州之窗的这一组建筑物。那边那个红色的桥呢，就是星光大桥，一路呢都是可以骑车过来的。再转过来，面对的呢就是洛西大桥，但洛西大桥呢也经过了扩建，从来回4车道变成了8车道还是10车道。这个地方平时还是来的比较少，但其实距离我住的地方呢，其实也并不远。大概就是12公里左右吧。好了，那我就打算这边呢先休息一下啊，然后等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我前往前面的渔人码头这一段，以及回程的道路上的骑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一会儿见吧，拜拜。